谭老板，你终于来了。上当了！都别动，都别动！谭望族，你他娘胆子也太大了，敢跟皇军作对，你他娘找死啊！小瘸子，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没想到，你谭爷爷闯荡江湖这么多年，竟然会在你小河沟里翻了船。即便我谭望族被他们杀死，但我绝不放过你，你这个混蛋！就是抗击倭寇的英雄，我绝不允许你们这帮王八蛋在我的家园撒野！谭望族，你现在就是一只乱窜的老鼠，凭你那点本事，永远别想逃出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控制！哈！小日本儿！早晚我们有那一天，一定把你们赶出我们的家园！浩然，我是罗娜。安妮在我这儿呢，你就放心吧。浩然，你到底跟她说了些什么？就为这个呀，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好，我尽力。再见。陆浩然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还在我们的监视之下，一切正常。很好。啊，他最近和安妮吵了一架，安妮医生离家出走了。你有没有跟着安妮？属下认为安妮已经没有价值了，就一直盯着陆浩然，没有去盯着他。不，安妮很有价值。至少，他在我们手上还是一个筹码。啊，属下失职。没关系，偌大的一个上海，安妮认识的人没有几个。
他今天没有到我这里来，说明他对我也产生了怀疑。安妮可能去的只有一个地方。罗娜医生家里。上山君很聪明。现在外面这么乱，我看我们还是把安妮医生请到我们这里来住吧，这里比较安全。我还得再复习一遍。紧张了？有点儿。你小子！哼，队长。哎，俊杰，坐。浩然呐，啊，放心吧，都已经准备好了。好。哎，我们这次要严格按照我们的方案执行，绝不能动用武力。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用武力撤退，因为一旦这个日本的细菌毒株失控的话，就会毁灭整个上海。你放心吧，只要我把改好的那个装置装到配电器上，不管它什么细菌，全都给它消灭得干干净净的。群众，你负责执行第一个计划。拉着黄包车在这个煤经常出现的地方转一转，引它上钩。好。俊杰，你配合他的行动执行第二个计划。好。我呢，负责指挥第三个计划，在慈济医院的后院附近配合你们的行动。我好了，可以出发了。哎，安妮，在你那儿没事吧？你这都问第2遍了，放心吧，我出来之前他就已经睡着了。不过，你的目的是达到了，他想离开这里。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我就送他们出去。小姐，你好。上来吧。
可服的，滚开！滚开！无名祖桑，你这是要干什么？罗桑娜，这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拿着。看什么？走开！嘿，给。摩西，摩西，梅金博士回来了，很好。我要跟这个梅金博士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你陪我走一趟。嘿，干什么的？快！过来，在这儿。好像有人来了。交给我。好了。刚才出去的车，是不是梅金博士的车？是是是。快进去，检查实验室毒株。嘿，开门。
为什么没有哨兵？应该在的。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细菌毒株。是帝国的命根子，怎么可以没有哨兵呢？开门！嗨。毒株先生。啊，怎么回事？你能确定日本人的细菌毒株都毁了吗？哎呀，你放心吧，我已经把配电断路器的标值调整到极限了，1000安培。1000安培？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把电路限压从3000伏特调整到6000伏特以上，通过被我调整后的断路器，再通过被我换成铜丝的保险所释放出来的能量，能够电解一切，是吗？嗯，等一下。浩然，不好了，安妮不见了。你说什么？安妮她不见了？什么时候啊？我一回到家，她就已经走了，留下了这个。她一个人能去哪里呀？沈伯母，我叫德川千代子。安妮医生，我们久违了。浩然说的是真的，你真是日本人。你的丈夫很聪明，但是他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他没有把你保护好。原来所有的事情是你做的。我舅舅是我抓的。其一是我杀的。那石瑶呢？也是我杀的。可是她是你的亲生女儿。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她是我从南洋领养的一个孤儿。即便她是我的亲生女儿，为了大日本帝国，她也必须牺牲，我也不例外。你想干什么呢？我希望你在这儿住下，享受一下日式的生活，这是你在上海和英国都享受不到的。在盟国和苏联红军从东西两侧攻克德国首都柏林之前，美国、英国、苏联今年2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3国首脑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法西斯德国败局已定、欧洲大战即将结束的形势下，苏美英3国首脑安排战后世界事务的会议。会议就协调同盟之间的关系，商讨最后打败德国、日本计划，以及研究处置战败国、安排欧亚事务和战后和平等会议的重大事情，做出了陈忠啊，联系恢复了没有？刚刚和上级组织取得联系。怎么样？上级有什么指示？现在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英军在南洋战场，都已经开始了全面反攻。虽然盟军已经攻占了塞班岛，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代价。所以美军考虑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登陆，在中国大陆跟小日本决战。太好了，浩然呐，我们终于能看到小日本完蛋的那一天了。好，太好了。我们的新任务就是摸清日军在上海地区的地面兵力部署、机场分布图，还有海军舰艇部署，再到上海的水文、气象概况、地形特征等等一切资料。这些都是盟军选择登陆滩头阵地所需要的军事资料，还有技术参数。别忘了，这可都是咱们的强项啊！哎，也不知道
现在安妮怎么样了？上海的抵抗组织现在有什么消息吗？自从梅津博士的事件以后，再没有任何动静。那个陆浩然呢？属下失职。陆浩然前不久脱离了特高科的监视。八嘎！陆浩然跑出了我们的视线，你为什么不向我报告？属下失职。属下以为陆浩然很快会被特高科找到的，所以没有及时向你汇报。算了，他会出来的。只要我想让他出来，他就会乖乖的给我出来。嗨。江南号在大华船厂维修的情况怎么样？江南号的维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接到了最高司令部的命令，他们同意我们把维修后的江南号伪装成救护船。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嗨。我们现在的第一关键就是怎么样才能弄到上海日军防卫力量与攻防火器战略图，这可是非常有难度的。那你说，这份图现在在哪儿啊？根据可靠的情报，这份上海日军防卫力量与攻防火器战略图就放在驻上海日军司令部的机要室里。陈忠刚，那咱就还用老办法啊？恐怕还不行。日军司令部我去过，机要室在3楼，一般的日本军官还进不去，非得级别够才行，而且是层层防守。我就是上回给日本人捐赠面粉的时候，跟松井太郎一起去过一次。看你说的，咱们搞一套日本军服不就行了吗？不行，进入机要室的都是些高级军官，级别啊，至少是要少佐以上的，而且还要证件。我们去哪儿搞这些证件呢？浩然，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个人来。这家伙好像就是日本司令部的一个副主任。真的？对了，哎，这小子是个好色之徒啊！每个星期4，他都要去慰安所去搞个女人。太好了，我们就从他身上去借证件。第一套计划执行。哎，等一下，我只用5秒。我可以只用3秒。哎，那主任给我。这过来了，行动要快。好，走走。八嘎！停！停呀！让我也上车。你下去看看。哎。醒一醒！醒醒！起来！别碰我！快起来！八嘎！还是你快。走。军姐干得漂亮，浩然，你们2个把他拖车里去吧。好。好。哎，
你们俩过来，把药处理掉。快！请出示证件。报告。他怎么了？他喝醉酒了。嘿。 让开！对不起，钟总，请你出示一下证件。是秘书长让我来取一份文件。快，快！哎，不对呀，我怎么记得机钥匙是这个房间啊？ 这不写着机钥室吗？不对，不对，不对，我肯定不会记错的。兵不厌诈，干脆2个房间都找找。好。敌人想用调包计来骗我们，幸亏2个房间都来了。别着急，这个比银行那个保险柜要复杂得多。来，先拍这个。这个，来。还有这个。
没出什么事吧？我能出什么事？浩然啊，你看，上海布防图。上海布防图怎么会有2个版本啊？俊杰，这张从哪儿找到的？就在那个抽屉里。看来这个房间里已经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撤。走。都走。记住，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哎，怎么没有守卫值班？不会啊，这里平常有2个值班的。快去机要室。哎。开门。哎。打开保险柜。哎。机要室发现2个被害的哨兵。什么？快！老师，抵抗组织潜入了司令部的机要室。丢失了什么东西没有？没有，杀死了2个士兵。其他房间有没有异常？没有。幸亏德川先生事先让我们把机要室和秘书室的门牌调包，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是啊。给。到了新四军那边以后啊，把这2份情报让他们对比一下，如果是不一样的话，就把标有记号的胶卷给挑出来，千万不要记错了。嗯，我知道了。罗娜，辛苦你了。我刚刚接到一个坏消息，是来自本土的消息吗？美英苏3国首脑在德国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代号为终点的秘密会议。这个会议结束后，中美英向天皇发出敦促帝国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最高司令部是什么态度？必须将战争进行到底。这么说，决战在即了。日本本土、中国台湾、上海及南洋岛屿等前沿生命线展开登陆抗击战。我们的士兵将以肉体去与盟军的飞机、坦克、舰艇和大炮决一死战，以此报效天皇。可是，硫磺岛战役已经把我们海军力量削弱到了最低点。如果再继续打下去，会使帝国变成一片焦土，我们就更没有翻身的机会了。本土的玉碎计划和国外的焦土计划，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唯一的选择。诸位，现在是非常时期，派遣军最高司令部命令，在此期间一定要配合德川先生的计划。下面请德川先生讲话。各位，你们认识这个吗？这个英文名字叫 SUF， 就是一种制造衣服的原料。这个原料是一丁点棉花
加木浆和树皮，然后把它们绑在一起。现在日本本土的乡亲父老就穿这种东西制成的衣服。橡胶没有了，他们就穿这样的鞋子。粮食根本不够吃，野外的草坪斑斑躯体，能入口的野菜也都被挖光了。干活的都是一些孩子们，他们每天工作15个小时，然后就睡在流水线旁边。这是为什么？这都是因为盟军的封锁，我们的食品和几乎所有关系命脉的原材料供应基本被封锁。现在大日本帝国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建议组织一支敢死队，无比英勇地投入战斗。我们要发扬大日本帝国的敢死精神，荣光万世。各位，请大家一定要奋勇作战，为帝国奠定坚实的基础。大日本帝国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安静，上山君，请坐。现在的局势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严重。现在日本的钢铁月产量不足10万吨，由于铝、锡的不足，战斗机的许多部件都是竹子代替的，因此我们急需3000吨锡、铁、燃料和一切战略物资，我们就可以建造一支像硫磺岛空军力量差不多的军队。阁下，帝国强大的空军都被消灭了，这么点东西，会不会是杯水车薪？对空军力量的对比，确实是如此，但是对本国的作战来说，很可能是决定性的。1亿玉碎，并不是指死1亿个人，而是要给敢于登陆大日本国土的任何人以重创。我们有了战略物资，我们就可以建造几千架简陋的飞机。这些飞机，我们不需要它飞远，只要它能够飞到试图登陆的美国军舰上就行了。停泊在大华船厂的江南号已经彻底修好了，它被改装成了救护船。江南号已经修缮完毕，原来从船上卸下的物资已经重新装回到货舱里了。很好，你看江南号像什么？江南号改装成救护船的样子，看上去怪怪的，尤其是船身上大大的红十字标志，看上去就像一个大舢板。哼，这不是一条舢板，它是诺亚方舟。我们这条诺亚方舟来之不易呀，是帝国以国际红十字会为中介，和同盟国达成的一个协议。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他们批准江南号只能用它来运输伤员和非战斗人员。日本在上海不是主战区，没有那么多伤员，而且日本的军人如果受伤以后，都会选择自杀，所以这里的伤员数量并不是很大。所以我就在想，这会不会是日本人安置的一个烟雾弹？现在帝国最需要的就是向帝国输送血液的机器，它上面装的货物是用来维持战争机器运转的润滑剂。据我所知，军部想和同盟国之间进行有条件的投降。如果进行有条件投降的话，那这一船贵重的物资就能为帝国和同盟国谈判时加重手里的筹码。他们到底想用江南号来做什么呢？我怀疑啊，日本人要耍什么阴谋。我注意观察了一下江南号，它的吃水可是比以前更深了。他们这么做到底是什么目的啊？我想，他们一定要在船上装更重要的东西。现在我要把这个船所有的空余舱位全部装上货物，你去调一个连队来，让他们充当苦力，往江南号上装货物。可是，此事调这么多的兵，是需要松井司令官签字的。你要知道一个概念，我不是在请求你，我是在命令你。记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用，
全部要用日本人。我要你寸步不离，日夜监视，5天之内装货完毕。明白。哎，我想起来了，我在偷袭江南号的时候，在船坞里发现了很多货箱。你说的这些物资，一定是日本人从中国其他地方掠夺来的重要物资。所以啊，我们要发动所有力量，对他们进行全面调查，任何一点信息都不能漏掉。我还要在适当的时机，转移一些上海非战斗人员，和帝国的高级将领的家属，还有那个梅金博士的助手。只是，这个时候转移高级将领的家属，势必会动摇军心的。这些人是用来掩人耳目，而且这也是我整个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安博的仇还没有报，我们还是把江南号给炸了吧。哎，你先不要激动。